你说这个世上会不会真的有一个通道，连接着这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，让那些逝去的人有机会回来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亲人，让那些生死两隔的人终究有一天会再次相遇。死亡并不会让记忆随着时间搁浅，我会一直记着你，而思念也会越来越深。我一直以为爱的反义词是不爱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爱的反义词是遗忘。我不会忘了你，因为我会一直爱着你。这是我在看完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之后最直观的感受，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幻想和期望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，也有分外想念却再也见不到的人。你在很多时候都会想起他，幻想如果他还在，生活是不是另外一个模样。你的遗憾不能消减，想念也会越加深刻。小时候听人们说起死亡的时候，都觉得那是对活着的人的一个劫难。你没有经历过死亡，没有经历过和亲人的两世分隔，哪里来谈人生？所以对着死亡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，是一种想想都会觉得害怕的事情。那个和你朝夕相处的人，突然有一天他会离开你的生命，再也不会回来。我从小和外婆一起长大，她去世2个小时之后我才赶回家，所以我和她的最后一面应该是她去世的前3天。我拉着她的手告诉她，我很快就会再回来看她。我看她的最后一眼应该是黄土一层层地将它覆盖。我在心里对他说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他走之后，我经历了很多，也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，照常谈恋爱，照常学习和工作。有时候我甚至在想，生离死别也不过如此，谁离开了，日子也还是要照样过。可是慢慢的我才发现，他的离开不是一件过去时的事情，而是一件正在进行时的事情。他始终伴随着我，并且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任何衰减。我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，全家人一起吃饭庆祝。我站在外婆之前住的屋子里，突然哭了。继续学习是她生前对我的一个愿望，我甚至能想到她知道我考上了之后高兴的神情。但我没有办法亲自告诉她，并且和她一起庆祝。如果他还在，最高兴的那个人一定是他。我第一次挣钱之后，带我妈妈去逛街，底气十足地对我妈说，妈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不要给我省钱。逛完街，
我在一家店吃面，我哭了，我妈也跟着哭了。那是一家之前我们经常会一起去的店，我小的时候她花钱带我来，我长大了却没能再带她来。不论我经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，不论我成为了多么令家人骄傲的孩子，外婆都无法再知道我的成绩。如果她还在，我一定会带她去逛最好的商场，给她买那件一直舍不得买的棉衣，只想看看她眉眼带笑的神情。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还会经历很多美好的事情。我会遇见一个人，我会穿上最漂亮的婚纱，和他共度余生。可是他看不到。我会经历10月怀胎，从一个女孩变成妈妈，就像当年他养育我一样，我再去养育我的孩子。可他也没法知道。我会逐渐老去，眼角有了皱纹，走路日趋缓慢，像他一样拿着篮子去买菜，带着老花镜缝衣服，然后站在路口等放学回来的孩子。我会一直记着他，20岁、30岁、40岁，直到我逐渐老去，直到我闭上眼睛离开，然后去和他团聚。我有那么多想要和他分享的事情，我有那么多想要带他去的地方。当我发现我哪一个都实现不了的时候，我才深刻地体会到，死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后来我不再拖延，我更乐于活在当下。我越来越忙，却和自己保证要按时回家探望父母。我觉得我更独立了，却比之前更恋家，更在乎亲情了。《寻梦环游记》里有一句话说，家人是比梦想更重要的事情。我想生离死别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就在于，我们不会再把家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我们会珍惜那些不求回报的爱着我们的人。我们会懂得感恩，感谢是因为他们才有了如今的我们。看完《寻梦环游记》的那天，我在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段话。小时候大人告诉我，逝去的亲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在天上看着我们。我一直都以为那些都是骗人的，原来不是。他们真的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安静的陪着我。我会一直记得你，直到在另一个世界再次找到你。
我不能原谅你的离去，但我会一直记得你的存在。下辈子，如若我们再相遇，换我